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是容易陷入对过去的遗憾，或者是对未来的担忧，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去减轻我们的焦虑，更好的把我们的目标变成行动。没错，对，这个其实是跟很多人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焦虑的本质和来源。我们想先说说，就是焦虑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跟我们的时间观有什么关系？焦虑其实就像是一个心理的牢笼，让我们困在对过去的懊恼和对未来的忧心里面，然后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现在的生活。这种感觉真的太普遍了，就是好像很多人每天都在这个牢笼里面挣扎。对，其实焦虑的这个症结就在于我们总是去想着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和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未来，然后忘了我们现在这一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公式，就是焦虑等于对过去的透支影响加上对未来的恐惧，再减去我们当下的力量。这个公式就特别清楚地说明了焦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当中，焦虑和恐惧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心理学里面，焦虑其实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情绪，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或者我们不愿意去应对可能即将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焦虑。所以它跟恐惧最大的区别就是，恐惧是你面对一个很明确的马上就要发生的威胁，你会产生恐惧，而焦虑是你心里一直有一个说不清楚的隐隐约约的担忧，而且它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么说的话，好像我们平时说的我好焦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模糊的没有办法确定的这种担心。没错没错。然后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焦虑还会让我们的时间感知发生错乱，就是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而且有这种焦虑情绪的人，他很容易一直陷在过去的负面的事情或者未来的一些消极的想象里面。然后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焦虑的成因，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这个影响力的透支。那原因论这种认知方式为什么会让我们反复的去陷入这种反刍思维？其实原因论就是你会把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直接和你过去的某一个经历挂钩，就你脑子里面会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发生了那件事儿，我现在就不会怎么样。然后这种想法就会让你的大脑不断的去反刍，就是反复的去琢磨那些让你难过的场景，反复的去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结果就是你越想越陷在里面，你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的被强化。这样的思维模式感觉真的很容易让人钻牛角尖儿，就你很难走出来。是的，而且研究也发现，就是反刍思维它不光是会让你一直沉溺在这种消极的情绪里面，它还会削弱你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能力，然后也会影响你日常的一些行动，甚至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被影响。那原因论的思维它经常会出现的认知扭曲都有哪些？从认知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原因论的这个思维里面会有很多的认知扭曲，比如说灾难化，就是你会把过去的一个小的失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灾难。然后还有就是过度概括，就是你会因为一次的失败，你就觉得以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还有就是个人化，就是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另外就是心理过滤，就是你只会看到过去的不好的地方，那些积极的东西你都自动忽略掉。听上去这些认知偏差真的会让人越来越陷在这种自我否定里面。没错没错，而且这种反复的去反刍过去的话，还会产生一种叫心理免疫忽视，就是我们会忽略掉我们自己心理的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然后我们就会错误的去高估这些负面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就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永远都走不出来，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恢复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认知重构，把我们过去的那些经历从一个枷锁变成一个经验？最核心的一步其实就是你要重新去诠释你过去的那些经历的意义。就是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真正影响我们的并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和运用这些经历。所以你要学会把你的创伤看成是你人生策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拦路虎，然后把你自己的视角从受害者变成一个幸存者，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有力量的。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认知重构，比如说接纳承诺疗法里面的去融合技术，就是你要学会跟你的这些想法拉开距离，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当成是事实本身。还有就是叙事疗法里面的这个故事重写，就是你主动的去用一个新的方式去讲述你过去的那些经历，把你过去的那些痛苦的片段变成你成长的一个转折点。还有其他可以帮助我们把过去的经历转化为成长机会的方法吗？当然有啦，比如说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去写下3件你曾经觉得很糟糕的事情，然后再去思考一下每一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这个练习会帮助你去发现，其实你过去的那些经历当中是隐藏着一些价值的，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形成这种所有的过往都是一种恩赐的这种心态。这个练习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我很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正念冥想，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跟我们过去的那些痛苦的记忆和平共处。就是你通过比如说身体扫描、呼吸观察，或者是正念的接纳，你可以学会去觉察当下，而不是一直被你的过去所牵引。那反刍思维和反思性思考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反刍思维其实它是一种被动的、反复的，然后又聚焦在自我的这样的一种思考，而且它往往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而反思性思考是一种主动的探索，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成长和学习。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就是反思性思考是可以帮助我们从我们的过去当中吸取经验的，然后帮助我们成长的，而反刍思维只会让那个伤口越来越深。如果我们想要去减少反刍，然后去培养这种反思的能力，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尝试的？比如说，你可以每天专门抽出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反思，时间一到你就停止，不要让你的脑子一直绕圈圈。然后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反思日记，把你从这个事情当中学到了什么，或者说你有哪些收获写下来，而不是说你一直在那边想我当时怎么那么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关注那些你可以改变的事情，然后问自己我下次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对未来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预期焦虑。它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然后跟抑郁在预期未来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预期焦虑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过度的担忧，然后你的脑子里面会一直反复的出现如果怎么样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对，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焦虑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或者说没有办法去避免一些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焦虑就很容易被触发。所以说焦虑真的是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相关的。没错没错，而且焦虑的人他通常会有几个典型的心理过程，比如说他会高估这个坏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然后他会很难去容忍任何的不确定性，他也很容易会把这个问题灾难化。另外就是他的注意力会一直固着在那些可能出错的地方。原来这些想法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心理机制在里面。对，有意思的是，就是焦虑和抑郁在预期未来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区别的。焦虑的人他是更容易去想到将来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抑郁的人他是既会有这种对坏事情的预期，他同时也会预期好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差异其实对于我们去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干预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是在瞎担心，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焦虑呢？这个其实就是风险及感受在作祟，就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经常是独立于我们的理性认知的，而且有的时候情绪会占上风。所以你虽然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如果我们想要去改变这种对于未来的这种被动的担忧，有哪些认知行为的干预的方法是可以帮到我们的？其实想要把这种杞人忧天的这种心态变成一种我可以做点什么的这种积极的应对，我们可以用一些系统的认知行为的方法，比如说不确定性容忍度的训练，就是你要去故意的让自己去面对一些小的不确定的情境，然后去挑战自己的那些高估风险的那些想法。所以说就是要主动的去锻炼自己，去习惯这种未知。是的，而且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刺激控制训练，就是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专门的担忧时间，然后其他时间你就把你的那些担忧先写下来，留到这个时间再去想。这个其实研究也证明了，它是可以有效的减少你的这种焦虑和失眠的。感觉这些方法都特别的实用，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容易想太多的人。对，然后还有就是实施意图，就是你要提前计划好，说我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怎么做，这样的话你到时候就可以更快的去行动，而不是说在那边纠结。还有就是心理对比，就是你要在你的脑子里先想象一下你成功的景象，然后再去想一下现实当中有哪些阻碍，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更有动力去实现你的目标。除了这些认知行为的技术之外，正念和接纳的方法在应对这种预期焦虑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正念冥想其实它是有一些很快速的效果的，就是你哪怕只是做一次8到15分钟的这种专注呼吸的练习，它也可以帮助你把你的注意力从对未来的担忧或者对过去的这个纠结当中拉回到现在，然后你的这种消极的情绪也会随之减轻，包括你后续的一些决策呀、行为啊都会变得更明智一些。所以说就是这种练习其实是可以在焦虑突然来袭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比较快速的缓解。没错没错，然后接纳承诺疗法里面的这个存在于当下的技术，它其实就是让你去有意识的灵活的把你的注意力投注到你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极能力的培养，就是你要学会去耐受住你内心的这些不确定、这些焦虑，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下。还有就是把你的行动和你的价值观去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每一步都走得更有方向感，然后你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未来的这种担忧所困住。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忽略当下的力量，以及怎么样把目标转化成行动。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是有目标的，但是真正能够把目标转化成实际行动的人却很少？其实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说法的，就叫意图行为鸿沟。就是说你脑子里想的这个东西和你实际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经常会有差距的。对，然后有一个原分析发现，就是意图和行为之间的这个平均的相关系数只有0.53，就说明即使你有很强烈的意愿，但是你真正能够落实到行动上的也未必很多。看来就是说光有想法是远远不够的。那这里面具体的障碍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很多人他的目标本身就定得太模糊了，或者说他定得太高了，不切实际。然后还有就是人们总是会更想要去立刻得到一个满足，而不是说我要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去坚持。另外就是环境中的干扰太多，很容易分心，然后你就忘了你本来要干嘛。还有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怎么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最后就只能停留在想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想要把一个很大的目标转化成每天可以去做的一些行动，具体有哪些科学的分解的方法？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 SMART 原则，就是你要把你的目标定得很具体，而且是可以衡量的，能够达到的，并且是和你的价值观是相关的。最后你还要给它设一个截止的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更清楚你要怎么去做。这个 SMART 听上去就特别的清晰，就你不会说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你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没错。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可以用如果那么计划，就是你把你在什么情境下会做什么事情提前都想清楚，这样的话你到时候就直接去做就可以了。另外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长期目标拆分成中期、短期，最后拆分成每天的任务清单。还有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检查你的这个进展，然后及时的去调整，这样的话你才可以保证你是在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你的这个大目标。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简单有效的能够帮助我们把目标变成日常习惯的小技巧？有啊，比如说2分钟法则，就是如果这个事情2分钟之内可以做完，那你就立刻去做，这个可以帮你克服拖延。然后还有就是微习惯，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习惯拆解到一个你不可能失败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你每天就做1个俯卧撑，你每天就写50个字，然后你就每天去做，慢慢的去累加，你就会养成一个大的习惯。这种方法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压力，就很容易坚持下去。是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用执行意图，就是你提前设定好说我在什么情况下我就会做什么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减少你做决定的这个消耗，然后让你的行动更自动化。最后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些小的奖励，就是你每完成一个小目标你就给自己一个奖励，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这个积极性一直都很高涨。在时间管理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能够帮我们把目标更好的转化成行动的一些策略？其实时间管理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是你要找到一个在你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和你想要有更好的结果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心理对比和实施意图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已经在很多领域都被证明了，它是可以提升你的自我调节的能力的。就是你要先在脑子里面想清楚你要达成一个什么目标，然后再把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想清楚，最后你要把你这些行动都变成如果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让你更有动力，然后也更有方向感去执行你的这个计划？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活动计划定得越具体越好，就是你不光要定好你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你还要把你要在什么地方做也定好，这样的话会大大提升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还有就是你要学会分优先级，就是哪些事情是既重要又紧急的，你要马上去做；哪些事情是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你要专门安排时间去做。然后还有一些事情，如果说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话，那你就要学会说不。最后就是你要通过一些正念冥想这样的训练来提升你的专注力，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你做事情的时候不容易被干扰。之后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这个破局终极心法，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这些别想未来，放下过去，专注当下，用行动替代想象这样的一些理念。它背后的理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坚实的心理学基础的，就是在正念心理学、接纳承诺疗法还有行为激活疗法里面，其实都有非常系统的在讲这些东西。那正念心理学它最核心的观点和练习的机制是什么？正念心理学其实它强调的就是有意识的、不带评判的去觉察当下。它的练习机制主要就是通过调节你的注意力，然后让你去觉察你的身体的感觉，还有就是帮助你去管理你的情绪。最后它是可以帮你去转变你看待自我的视角。听起来这些东西都很实用啊。对。那接纳承诺疗法里面
这个心理灵活性的模型，它是怎么帮助我们去应对焦虑的？接纳承诺疗法它其实是有6个核心的过程，这6个核心过程就是接纳、认知去融合、活在当下、以自我为背景、明确的价值观和承诺行动。这6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心理的灵活性，让我们能够更自如的去面对我们的各种想法和情绪，然后让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行动，而不是说被我们的焦虑所困住。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别想未来、放下过去、专注当下，用行动替代想象这些理念变成我们每天可以操作的练习？首先你要练习正念，就是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晚上睡觉之前花个10到15分钟的时间，然后坐直或者是躺下来，闭上眼睛，然后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你就去感受空气进出你的鼻腔，你的腹部的起伏。如果你的思绪飘走了，你就温柔的把它拉回来。你也可以用呼吸计数法，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数一个数1，然后呼气的时候数一个数2，就这样一直数到10，然后再从头开始。这种呼吸的练习听起来就很简单，但是应该会很有效。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呼吸的练习之外呢，你还可以做这个身体扫描，就是你在睡前花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然后从你的脚趾开始，一点点的往上去觉察你身体每个部位的感觉。如果遇到了一些紧张或者是疼痛的地方，你就去想象，你可以对那个地方说我看到你了，你就只是去觉察，但是不要去评判。那有没有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一些正念的练习？当然有啦，比如说你可以用正念饮食，就是你可以挑一顿饭，然后你就慢慢的吃，你去感受每一口食物的味道、口感，你去体会它的温度，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不要去看电视或者是刷手机，你就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些练习听上去都特别的有意思，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一下。对，然后除了这个正念的练习之外呢，你还要练习认知去融合，就是你要学会去观察你的想法，而不是说你要去认同你的想法。比如说当你脑子里出现我过去失败了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注意到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过去失败了。你就把这个想法就当成是天上的云，然后你就看着它飘走。你也可以给这个想法贴上一个标签，比如说这只是一个记忆，或者说这只是一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和你的这些想法拉开距离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被我们的这些消极的念头牵着走？没错没错，然后你还要去做这个价值观的澄清，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然后你把你的这些核心价值观一条一条的写下来。你可以写比如说诚实、创造力、廉洁、成长等等，然后你要想一想你要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现出这些价值观，你要定期的去回顾和更新你的这个清单，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让你的生活一直是有方向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去打破这种焦虑的循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就是感恩练习，就是你每天都要写下3到5件让你感激的事情，然后你要去特别留意那些你曾经觉得很艰难，但是后来又给你带来了成长的一些经历。你要每周都去回顾一下你这个感恩清单，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去培养一个积极的心态。具体我们要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承诺行动落到实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每天晚上你都要列出第二天你最重要的3到5个任务，然后你把它们按照重要程度排好顺序，你给每一个任务都设一个截止时间。你也可以用如果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如果到了几点，那么我就开始做哪件事情。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行动更自动化，听起来就特别有条理。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一天下来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没错没错。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可以去培养一些微习惯，就是你每天都要挑1到2个你想要养成的小习惯，然后把它拆解到不能再小。比如说你每天就做1个俯卧撑，或者说你每天就写50个字，然后你要把它固定在一个时间和地点去做，你还要每天都去记录你有没有完成。你不要去追求完美，你就只需要去坚持。另外就是你要不断的去问自己，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和我的核心价值观有什么联系，然后你要优先去做那些符合你价值观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在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说被焦虑推着你走。如果我们想要把别想未来、放下过去、专注当下这3大心法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练习的方案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一点？一个比较完整的日常的练习的方案就是你早上起来，你可以先花15到20分钟的时间，然后做正念呼吸，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去安定你的心神。接着你可以去回顾一下你的价值观，就是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列一下你今天的计划，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都是很清晰的，很有方向感的。这样的一个早晨的仪式感就会让你这一天都特别的不一样。对，然后白天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些碎片的时间，
就是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呼吸的观察，然后把你的注意力不断的拉回到当下。如果你一旦发现你自己又陷入了那种焦虑的想法当中，你就可以用这个认知去融合的这个方法，就是你不要去认同它，你就只是去观察它，然后让它流走。同时你要去按照你早上列的那个计划去执行你的任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再花15到20分钟的时间去做这个身体扫描，然后你去做一个感恩的练习，最后你再去计划一下明天要做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这3大心法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在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然后我们有什么比较实用的策略可以帮我们度过这些难关？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脑子就是停不下来，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跟你的这个念头去较劲，你就承认说，哦，我的大脑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带回到你的身体的感觉上，比如说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脚和地面的接触。你就继续的去做这个练习，你不要去追求说我要完全没有念头。听起来就是要跟这些困难和平共处，对，而不是说我要跟他死磕。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突然之间感觉到焦虑了，你可以用这个观察、标识、接纳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先去觉察你自己现在是焦虑的，然后你在心里跟自己说这是焦虑，然后你就允许这个感觉存在。你也可以问自己说，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照顾自己？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个5分钟的深呼吸，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会慢慢的放松下来。那如果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那我们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说，我当初为什么要开始，然后你要去回顾一下你自己的初心，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些小的进步，你也可以把你的练习的强度降低一点，就是你从小事开始重新开始。你也可以去寻求一些支持，比如说你可以加入一个练习的小组，或者说你可以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帮你。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练习是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首先你要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支持系统，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些跟你一样也在坚持练习的伙伴，你可以跟他们一起互相鼓励，然后你也可以加入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这种正念或者 ACT 的社群，你也可以定期的去跟心理咨询师或者教练聊一聊，就是让你自己一直都有一个外部的支持。所以说就是光靠自己的话还是有点难的，就是大家还是需要一个团体的力量。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定期的去评估你自己的练习，就是你每个月你都要回头看一看，说我这个月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然后哪些方法是最让我有收获的，然后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生活的变化去调整你的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庆祝你自己的每一个小的进步，就是你不要把这个练习变成一个新的压力，你要去很灵活的去安排你自己的练习的内容和时间，你要让这些练习慢慢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一个叫做小李的程序员，他是怎么通过这些方法一步一步的走出焦虑的。小李他30岁，是一个程序员，他一直都被焦虑所困扰。然后他的这个焦虑呢，主要有3个方面，一个就是他会不断的去想他过去在工作当中犯的一些错误，然后他总觉得自己搞砸了一切。第二个就是他会很担心未来，就是他担心技术更新太快，他会被淘汰。第3个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专注，他的脑子里面总是想着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专注在他当下的工作上面。听起来这些焦虑真的会让人很难受，而且没有办法好好生活。对，然后他就是用了一个为期4周的练习计划。第1周的时候，他每天会早晚各做5分钟的呼吸观察，然后他会每天写下3件他感恩的事情，他也会开始使用每日行动清单。到了第2周的时候，他就把呼吸观察增加到了每天10分钟，然后他也加入了身体扫描，他也开始学习一些认知去融合的一些技巧。到了第3周的时候，他就开始早上会有15分钟的正念练习加计划，然后白天的时候会随时做呼吸观察，晚上的时候会做身体扫描和感恩练习。到了第4周的时候，他所有的练习都增加到了每天20分钟，然后他也开始每天做10个俯卧撑。他也会把他的成长、连结和创造这几个价值观融入到他每天的一些选择当中。听起来这个计划其实是很系统的，然后也是很循序渐进的。没错没错。然后他坚持了1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他的这个反刍思维减少了60%，对未来的担忧减少了50%，他的工作的时候专注的时间也提升了40%，然后他的睡眠也变好了，整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有提升。所以其实这个案例就说明，就是你只要系统的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其实是可以同时改善你焦虑的这3个核心的难题的。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平衡我们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走出焦虑。其实焦虑它的根源就是我们错误的使用了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总是在反复的去琢磨那些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昨天，然后我们又不断的去忧虑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明天，
结果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消耗在了两头，然后我们忽略了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现在。这么说的话，我们要想真的让自己轻松下来，就得学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而且这个破解焦虑的这个公式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只有去减少我们对过去的那些纠缠，然后减轻我们对未来的那些预设，把我们的精力投注在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去打破这个焦虑的循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针对这3大焦虑的核心的破局的策略，到底是怎么帮我们把我们跟时间的这个关系给捋顺的？就比如说我们老是去反复的琢磨过去，那我们就可以用认知重构的方法，然后去把我们的这些经历重新的赋予意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接纳承诺疗法里面的去融合，还有就是叙事疗法里面的一些故事重写的技术，把我们的这些过去的创伤变成我们未来可以成长的一些资源，然后让我们不再被这些旧事所拖累。原来就是说每一个焦虑的这个环节，其实都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去应对的。没错没错。然后如果是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担忧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不确定性容忍度的训练，让我们去习惯这种未知。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刺激控制，让我们不要老是陷在这种反复的忧虑里面。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实施意图和心理对比，把我们的这种被动的担心变成我们主动的去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 SMART 目标的设定，还有把我们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的任务，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培养一些微习惯，以及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管理的一些技巧，把我们的这个愿景真正的转化成我们每天的行动。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说老是在想我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完不成，我很焦虑。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别想未来，放下过去，专注当下，用行动替代想象，这些东西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真的可以帮我们走出焦虑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有很坚实的心理学的基础的。就比如说正念心理学，它会教我们怎么去专注于当下，然后怎么去培养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情绪的一种觉察力。接纳承诺疗法它会帮我们去打破我们那些固有的一些思维的模式，然后让我们更自由的去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去生活。行为激活疗法它会鼓励我们通过行动去创造积极的体验，然后去打破我们的这种焦虑和退缩的循环。所以说其实这些理念它背后都是有一整套的很科学的方法和实践在支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可以了，而是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正念里面说的，你不要去追求一个什么完美的状态，而是你要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觉察，然后都能够接纳，都能够有意识的去选择你自己的方向。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从焦虑的根源聊到了具体的一些练习的方法，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真实的案例，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些方法去把你们的注意力更多的带到当下，然后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盈和自在。